大家好，我是 Tony。我现在在我家顶楼的遮雨棚，现在在这边继续 Tony 开讲。开讲的主题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今天要谈1951年，民国40年的台湾历史。1951年，台湾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由于去年6月25日韩战爆发，促使美国改变中立立场，派出第7舰队协防台湾。1951年4月3日，首批美军顾问团抵达台湾。后来，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和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的总部及营区，就设立于现在台北市中山北路3段圆山附近。而当时台北市的天母及阳明山山址后，也形成美军眷舍。而从1951年这一年开始，美国也对中华民国在台湾提供经济援助。这一年，台湾就收到美国8100万美金的援助。而这一年对台湾来讲，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合约会议。这个会议将确认台湾在战后归属于中国，这一个在战时同盟国领袖共同的决议。在2次大战期间，同盟国在埃及开罗举行4大领袖会议时，美英俄3国领袖都同意蒋介石在会议中提出的主张：战后日本必须将台湾、澎湖归还给中国。这项决议列入开罗会议的新闻公报，史称《开罗宣言》。然而，《开罗宣言》仅属于新闻公报，是同盟国单方面提出的主张。这项主张必须在战后经由对日合约，由日本签字承认，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2次大战结束，由于日本是无条件投降，所以关于台湾战后的处置，当时太平洋战区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即命令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盟军接收台湾，开始进行实质的统治。不料，仅4年之间，同盟国还没有跟日本签订合约，国民政府已经在内战中失败。当时情势危急，甚至可能会被中国共产党消灭。这个时候，美国一方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表明不再介入国共内战；另一方面，美国也重新思考台湾的国际地位。万一国民政府垮台，如何避免台湾也被共产中国接收？当时美国国务院有多种思考的方向，例如在台湾扶持开明、亲美的政治领袖或军事强人，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革新保台。当时美国接触的对象包括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吴国桢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在美国的建议之下，1949年12月15日，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以接替陈诚的职务。而另外，美国也私下接触孙立人将军，询问接替蒋介石的可能及意愿。后来，吴国桢、孙立人也因此而遭到整肃的命运。而另一方面，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从国际法的地位，台湾是由联合国信托蒋家政府统治，以至和平条约为止。换句话说，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必是归还给中国，必须等到同盟国对日签订合约时才能决定，也为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埋下了伏笔。而后来解密的资料也显示，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亲共派也尝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这些亲共人士在2次大战期间受到中共延安经验宣传的影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土地改革者，也是民族主义者，建国之后未必会倒向苏联，所以美国国务院亦可以拉拢这个新的政权来对抗苏联。不过，上述的这些方案或想法都只是停留在演绎阶段，并未成为美国国务院的正式外交政策。然而，在1950年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史达林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共决定一面倒向苏联。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促使美国政府不再对中共存有幻想与希望，而决心要保护台湾，
使台湾免于被共产中国占据。所以当年6月25日韩战爆发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毫不犹豫，立即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海峡。从此，美国政府也决定继续支持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而不再寻求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战后台湾的主权归属原本是一件很单纯的事，就是等对日合约签订之后，台湾就归还给中华民国。不料因为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失败，旧金山和平会议召开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而且很快的获得苏联及英国的承认。所以旧金山对日合约要将台湾归属于中国，就变成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国际问题了。因为这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有2个中国了，而且各自获得一些强权国家的承认。所以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合约会议，究竟应由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参加会议，同盟国之间意见分歧，无法取得共识，所以最后决定双方都不邀请旧金山合约会议，成为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对日合约会议。至于台湾归属中国的议题，当然就没有办法在旧金山和平会议中决定了。后来签订的旧金山合约关于台湾国际地位的条文，仅写着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澎湖等岛屿的一切权利、名义与要求。而同样是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旧金山合约则写明日本承认朝鲜的独立。旧金山合约没有明确地认定台湾的主权归属，这也成为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的起源。从此之后，台湾问题就不仅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已，而是冷战时期国际强权角力下的国际议题了。由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受邀参加旧金山对日和平会议，所以事后必须由日本单独与中国签订合约。当时苏联、英国主张日本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合约，而美国则运用实质的影响力，而促使日本与中华民国单独签订合约。195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条约，又称台北合约。对中华民国来说，这个合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促使日本承认台湾归属于中华民国。但日本代表拒绝做出承认，而是表示日本已经在旧金山合约中放弃对台湾的一切权利，因此日本不能违反旧金山合约的规定，以无权将台湾与澎湖转移给中华民国政府。经过双方谈判折冲，最后台北合约的第4条写着，台湾以及澎湖岛的住民都视其为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根据这个条文，中华民国对内外宣传，日本已经承认将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不过，这只是日本当时在不违反旧金山合约的前提之下所做的含糊陈述。台湾及澎湖的居民视其为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要你承认我是一个男人，而你仅仅说我视Tony为一个男人，大家就可以了解这两者区别的所在。而台北合约签订之后，到了1972年，日本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废止台北合约。后来另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中日和平条约，而同样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要求日本承认台湾归属于中国，而当时日本也表明这个立场，表示日本已无权对台湾与澎湖做任何的主权处置。而双方最后签订中日合约时，日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表示理解与尊重。日本的立场就是，你的主权主张我理解与尊重，但是我并没有承认。
而当年台北合约签订之后，当时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叶公超在立法院回复质询时表示，微妙的国际情势让台湾不属于我们，但他也表示，当日本放弃对台湾与澎湖的主张后，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控制台湾，无可置疑的，它成为我们领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实质占领与有效统治才是最实在的。任何的条约或白纸黑字，一旦它被废止或不再被遵守时，其实就是一张废纸而已。而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事实上是奠基于国民主权的原则，而非由一个外在的合约所能限制的。而中华民国在台湾，在1951年时，距离国民主权这个原则，事实上还蛮遥远的，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一集、下一年1952年见，拜拜。